顾养山同志。老肖同志，我们已经等你很久了，终于和您见面了。这儿也没有，那儿也没有，除了说没有，还会说什么？对不起，这么多人，连个人影也没抓着，共产党长了翅膀吗？会飞吗？不可能，我了解他们的。昨天，他们一定是在故宫馆里边。额头怎么回事？这个，昨天我们便衣值守刚好碰到警卫司令部抓逃犯，误会了。这恐怕不是误会吧？现在组建委员会正在借着清剿汉奸的名义，实则是在清除抗日期间共产党的地下战斗力量。老肖同志，我还能做些什么？不麻烦了，也多亏你们了。组建委员会的罗委员忙忙叨叨半个多月，我们的同志他一个也没抓着，而且他的机会也不多了。重庆谈判有什么结果了？我们一直在争取，现在和平的呼声很高啊，蒋委员长扛不住压力，现在也开始妥协了。我想也就是这2天，结果就出来了。太好了！抗战期间我一直在重庆，前线打赢一场胜仗，老百姓就放一挂鞭炮；而前线打败一仗，百姓就在街上挂起一片白帆。这是百姓对国家的悲喜。抗战结束之后，我就一直在担心，如果有一天我们打起内战来，家家户户都有父子相残，兄弟操戈，你让他们怎么欢喜，怎么悲？又为谁放鞭炮？为谁挂起白帆呢？我想你已经有答案了。老肖同志，我的入党申请，顾阳山同志，我正式的通知你，你的入党申请，组织上已经批准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一名正式的中共预备党员了。同志，我等这一天，等这一天太久了。老肖同志，那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看一看？顾阳山同志，组织决定，趁着你父亲去英国治疗的机会，赶紧离开上海。回城的时候，我们的同志去接你，到时候直奔延安，接受组织培训，将来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呢。好，哈哈，我明白，戴局长，我一定安排好啊，您放心吧。站长，我已经核实过了，
警备司令部确实是丢了一辆运球车。淞沪警备司令部新上任的刘副警司是他们国家旧部，我有100%的把握，一定是他放走了这几个共产党。刚才戴老板交代过了，说重庆那边呢已经都谈好了，让咱们上海站停止一切搜捕共产党地下党的行动，你就别瞎忙活了。哎呀，什么情况？不是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和仰山到底结了多大的仇啊？你搜也搜了，查也查了，砸也砸了，你在他的屋子里也没搜出几个共产党啊！你还想怎么着啊？见好就收吧。可他顾家吃着党国的饷，占尽党国的便宜，却处处的吃里扒外，包庇共党。这样的国之蠹虫，我们现在不是还等待何时呢？哎呀，老分站长，你还真想吃一根筋。你别说他不是共产党，你就算他是共产党，你又能把他怎么着啊？你总不能把他抓到监狱里，跟叶挺将军做狱友吧？啊，你让叶挺将军再写一首囚歌，为什么什么进出的门这紧锁着？为什么什么把它都敞开着？哎呀，你这不是给中共宣传凑材料呢吗？哼！他的情况，戴老板非常的清楚。他那个老子顾正则和陈绍宽司令一同交的这辞呈啊，委员长拿到辞呈以后就说了3个字：娘西屁。当时戴老板就想好了，他就是一块烫手的山芋，放也不是，收也不是，留也不是，明天就给他送到南京新成那个密电码局当副局长，让他专门做研究，不让他出头露面，你就放心吧。我还放心，他去当副局长了，没有降职反而升职了。还有，他串通了刘警司，曝光了我们内产委员会仓库照片的事情，也就这么算了吗？刚才戴老板的电话里还说了，说有些人在上海发胜利财发的有点过了头了，一定要严惩。你说他查到什么了？孟家那套宅子，你说过给毛秘书，手续都办了，你说这手续怎么办个这么快啊？曹站长，替党国尽忠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私吞孟宅的事，就是我一个人的意思，毛副局长全部知情。我罗汉愿意为此引咎辞职，从此退出肃检工作。哎呀，老副站长，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。毛副局长的意思是说，咱们下个月局里要开一个抗战授勋仪式，你就不必参加了，做做样子，给下边一个交代就行了。你呢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曹站长，就按我说的办吧。
这就是我的价值。好了，哎，您帮我先拿到父亲车上。哎，少爷好。重啊！哎，慢点没事，我能拿到。景山，啊，老师，哎，什么事儿啊？我是来恭喜你的啊！南京新成立一个密代码局，戴局长呢推荐你当副局长。你看，啊，委任状都下来了，你看看。老师，麻烦您帮我向戴局长表达谢意。可是您也知道，父亲身体抱恙，我得马上陪同他到英国看病啊。啊，我明白，你是个大孝子。哎，顾老司令的身体呢，委员长也一直惦记着呢。啊，派专人去陪同，你就放心吧。哎，老师，这派谁去也不如我去啊。我去，我最放心。这是干啥呀？杨山，这是干啥？少爷，老实点。少爷，少爷，你是咱们党国难得的密码人才，你可不能走啊！你研究破译的里约瑟密码，美国专家看了都叹为观止啊！你这样的人才，咱们党国怎么可能放你走啊？梁山，哦，顾副局长，请吧。一份短暂的和平，让中国4万人为之奋战了14年，而打破它只需要独夫1年之差的野心。1946年6月，国民党当局公然撕毁双十协定，全面发动内战，激怒了追求和平的中国人。在人民群众的伟力和党的正确领导下，仅仅3年，人民解放军就把红旗插遍长江以北。虎踞龙盘今胜昔，天翻地覆慨而康。在隐蔽战线上刀锋饮血的战士们，终于迎来了解放的曙光。玉云同志，正要洗脸外出上课，听说邮差来了，我很高兴。结果还是没有你的信。夜里辗转反侧，不知前信你收到与否，我只好再写一封。自从把郭养山交给我的东西研究明白之后，译电员负责密码本解密，我好像也成了密码专家。加密员负责的是密码本加密，白天给集训班上课，晚间还要破译敌台电码。
睡眠常感不足，所幸并未失眠，身体精神均好，望你放心。原说新春定南下探敌，不曾想也是虑满江南。现在我仍未脱身。大家讲的就是密码学的基础知识。这个地方渡江在即，在下处。想必你在华东局的工作很忙，我本不该催你回信的，但思来想去，有一件事儿，还是想说出与你知。主要任务就是从这里打到这里。当年阴差阳错，婚礼迟迟未办，我心里遗憾。自内战起后，你我二人聚少离多。昨日指挥部偶遇吴数，他说当年剧团众人悉数在沪，都可联络。待解放之日，我们新婚，邀其旧友同为见证，你说可好？现在已是深夜0时了，信时将寝，只好草草书辞，聊寄远念，情长纸短，问你万千。显小姐，微笑会让您更美丽。上海市内的那部神秘电台又发报了。又是这部电台。丁毅同志，哦，老徐啊，丁毅同志，怎么了？前线出事了？哦，县组长他们非常好，最近他们华东局在破译工作上遇到了一些困难。他们正在做解放上海的情报准备工作。最近他们发现上海有一部新的电台，电台的密码加密非常的奇怪，很难破译。县组长把这些电文给我传过来，让你看一看。里约瑟密码。你为什么一定要弃用里约瑟密码？就咱们之前那些密码，哎呦，设计出一套呢，就让共军给破译一套，那能叫密码吗？啊，那简直就是意志灯谜。不是什么意志灯谜，连意志灯谜都算不上。那久而去，什么麻房子、红帐篷里边坐着白胖子、花生，这不小儿科吗？而他们中共的破译人员呢，每天都偷听咱们的频段，就跟过节一样，就差咱们每个人送他们一碗元宵了。那也不至于再一次启用里约瑟密码。
这是一套被废弃的密码。焦土计划那么重要的事情，怎么能用废弃的密码呢？那套密码连美国人都夸它是一个高级的密码。自从顾养山彻底破译以后，毛局长都想着有机会重新启用它。你说现在用的好好的，你为什么要弃用它？站长，里约瑟密码它是一次一密。我知道。新来的加密员如果弄不明白的话，很容易出错的，除非是顾养山回来。哦，哎呀，南京密电局上个月被裁撤，顾养山去哪了？哎呀，毛局长看在他亡父的份儿上，给了他一张飞往台湾的机票，他给拒绝了。他说要回上海站效力。所以呢，你同意了？他是共产党啊，站长！养山在南京待了都4年了，每天都深居简出，清清白白。你怎么还认为他是共产党啊？还有那个丁一的事儿啊，他的事已经过去都快10年了，他长什么模样我都快给……是啊，都快10年了，我就坚信这一件事情你都不信我呀！我明白了，曹站长。研发一套新的密码，费时费力，你没有那个耐心。焦土计划是否成功，你也不会在意。你想要的是尽快执行，向上汇报，然后尽早去台湾，对不对？罗副站长，听我一句劝，这话我跟别人都不说。要走，趁早走。现在共军在长江沿线上布下了100万军队，100万军队什么概念啊？就那几车破炸药，逆转不了战局。逆转不了，我也不让他们好过。共产党不是爱当好人吗？什么既要军事上进程，又要政治上进程，我就是看不惯他们这副既要又要的嘴脸。既然那么想进城，那就留给他们一座死城。进来。你谁呀？老师，是我。今天你一天都不在所里，你别告诉我你大白天去逛窑子了。沈某确实有难言之隐。哎呀，我大烟瘾犯了，我溜回去吸了2口。什么？李约瑟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他说你回来发报来了。他血口喷人，他要这么说，我还能说他回来发报呢？他一个瞎子怎么发报？抱歉，抱歉啊，抱歉，抱歉，我忘了，我忘了。他还有一个查理，对吗？对，他有一个查理。对，查理，我看见查理了，是查理发的报。有证据吗？没有。没有啊。
没有证据，没有的话，我就没有办法帮你了。他李约瑟没有证据，他可以诬陷我啊！证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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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想，证据，证据，证据，让我想想，证据。电台就是证据。电台在谁手里，谁就是共谍。我知道了，叶爱达和他那个爹易修远，他们父女俩就是共谍。那个易修远啊，天天的猫在锁里头，冷着一张脸，谁也不理，鬼鬼祟祟的。他知道叶爱达死了吗？赶紧抓他呀，别让他跑了呀！我之前说过了，我是他们父女俩，不是他俩。啊，董金波、刘方培，你虽然派了他们去执行秘密任务，可是他说不定就偷偷的回到三元里给共谍发报啊。梁子，皇儿，我要揭发，沈万清就是共谍。皇儿，你瞎说什么？傍晚的时候，就是我哥帮他擦的车，他车里有血，我哥就是受了他的蛊惑，为了掩护他才死的，就是你害死我哥！皇儿，你怎么了啊？你怎么了啊？你是不是魔障了啊？我是师父呀，梁所长，你别听他的，他一定是因为他哥哥死了，他受刺激了。皇儿，皇儿，别搞我！那个杀人凶手！他在大陆银行存了一件东西，李欢，中列下一传，还是我帮他存的。他看我小，不懂事儿，我当时就在想，一本破书有什么好存的？我就偷偷看了一眼，里面加了一张西格密码破译的照片。梁所长，什么书啊赚的我真不知道啊！我就是偷了西格密码材料一点点，我想拿到黑市上去卖，想赚点钱。那都是国民党的东西，对新政府一点损失都没有啊！新政府的东西我一丝一毫都没有拿，真的。李焕，你为什么要编排这些东西来陷害我？要死人的！陈署长，请。梁所长，坐。梁所长，你别听他的，梁所长，他刘安，确定啊？阿莫，去大陆银行把他说的那本书给我拿回来。大陆银行指着户主的脸。没关系，多带2个人，带着李小姐一块儿去。等一下，既然都跟你师父恩断义绝了，他的这件衣服也就没有必要穿了，还给他。你给我的，我会加倍还给你的。坏人！说的都是假的，他是诬陷我。梁所长，梁所长，
梁所长，梁所长，我没有，我这你喝咖啡吗？不，梁所长，你资料卖给谁呀？共产党？我没有想卖给共产党。就算我卖给共产党，你也不能说我是共谍呀。西葛的事呢，我们可以往后再放一放。如果那本《忠烈侠义传》真的在那个保险柜里，那你共谍的身份可就跑不了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下次不敢了。梁所长，你饶了我，我真的错了，梁所长，我下次不敢了。没有下次，没有下次，梁所长，梁所长，你饶了我，梁所长，我。黄二，师傅，哇，谢谢师傅，巧克力的，甜吗？哇，好甜啊！谢谢师傅。黄二，记住师傅说过的话，如果哪天师傅出事儿了，就把师傅藏在大陆银行里的那个东西说出来，就能保你的命。师傅跟你说过的话，你还记得吗？要听师傅的话。穿上。沈先生说的对，李焕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。朝圣军团找了我。梁所长，不好了，梁所长，李焕跑了。梁所长，李焕突然袭击我们，车子失控翻进了江里。李焕水性好，方木队长带着另一个人去抓他了。废物！李焕跑了，梁所长办的好差事。事已至此，我想不需要我们再多说些什么。梁所长，你心里应该很清楚，李焕一跑就坐实了他共谍的身份。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向大佐申请全程搜捕李焕，解封森阳里，而不是把时间白白的浪费在我们身上。沙里，我想我们应该可以走了。是，李先生。你当我傻吗，李约瑟？共谍就在你们当中，今天我一定把你揪出来！
关门！够了，梁星宇，你到底还想再干什么啊？之前电台在叶达手里，你却说他不是共谍，就因为你相信他。现在李焕也跑了，你给我个解释。如果他们两个人都不是的话，那到底谁才是共谍？就是你，李延策，你就是共匪，就是你！我看见你让查理发包了，你就是共谍，我看见了，你就是共谍。我看见了，你就是共谍！沈万清，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诬陷我？梁所长说了，共谍就在你我中间，我不是，肯定就是你。你能为你说的话负责吗？是你先诬陷我的，连我视如己出的徒弟都反口咬我，何况你这个不知从哪跑出来的瞎子！梁所长，我举报。我知道一件事情，可以坐实沈万清是共谍的身份。今天6点钟左右，我在床上休息，那个台灯就闪烁了，闪了几分钟就好了。咱们三阳里的电路一直是老化的状态，根本承受不了大功率的电台发报啊。但是跟李先生家共用电路的，就是他沈万清。所以我猜测那个时候沈万清就在发电报。你胡说！什么叫我胡说呀？华界电力向来供电是个问题，电路不稳定也是常有的事儿。但是6点这个时间也太巧合了吧？好，我也举报。梁所长，之前你跟我说你要找的那个白夜有胃病，沈万清他就有胃病，很严重的胃病，他就是那个白夜。之前我在研究所的卫生间听到他呕吐，他一定是用什么方法混过了那次体检。没错，李先生就是鸦片丁。梁所长，就是鸦片膏和烈酒混合成一种强效的止疼药，他一定就是喝了这个掩盖自己胃疼的身份。有一次我们下楼擦身而过，他身上就有这种刺鼻的味道，哎，就是这鸦片丁的味道，一定就是他。你们胡说！李先生，你消消气。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我和你们拼了！李先生，梁队长，救救我们家李先生！沈万清，李先生快被掐死了！梁队长，闭嘴！你想干什么？我想让你死！梁清，让你疯了！救我！救我！救人啊！我的放开！
谁他妈让你开的枪？梁苍，梁苍。これが你答应我的，君が出してくれた結果か。公道北野已扶助。報告します。だから死体だけか。彼を捕まえ、上海の共産党地下党委員会を白状させるはずじゃなかったのか。大陆银行有的海雷克銀行にあります。すでに確認した。已经核实过。奴の仲間が已经被他的同に資料を持ち去ったそうだ。李さん、お騒がせしました。今天晚上辛苦。奥様が李先生。入院していると聞きました。今すぐ病院へお送りします。李先生，去医院。梁所长，李さん、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。どうしました？你这是干什么？那你应该问问梁所长他刚才在干什么？さっきのやつがどうして目のふりをしたの？梁庆元，梁靖远，你包藏祸心，想借宫殿之手除掉我。原本以为你只是对我的工作不满，没想到居然想除掉我。大佐，大佐，我身为东原4大公的义子，却被这个人无端的构陷。我不知道这是出于他个人的意思，还是有人给他下的命令，赋予他这样的权利，再或者，这根本就是大佐你的意思。这简直就是对东原4家族集体的挑战，更是对整个日本皇族莫大的羞辱。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。李先生，
私の管理不行き届きで是我管理无能，このような事態を招いてしまい、日本軍部に代わり我代表日お詫び本申し上げます。你赔礼道歉。梁鎮炎は这个样子，このままでは研究所の所長は務まりません。所里的事李さん、李先生，あなたは研究所の大黒柱だ。これからの研究所はあなたにお任せ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。李さん、李先生，李さんが研究所の所長です。就是密码研究所的所长的。発行共産党スパイの関するものは全部集めて、文博団に持ち帰れ。最後は引き戻す。発行陆俊宇，沈处长今天下午也出去了？
李所长就别问了。不让搭这也就算了，还生气。这里感觉怎么样？这里疼吗？没事吧，师傅？坐下去。国民党33师进攻黄桥之作战命令，决于本日拂晓继续向黄桥之敌攻击而占领之。总队司令孙其仁。之前你和我说过，找到他以后，我们就撤离。现在我不走了，他用自己的生命教会了我一名共产党员的工作方法。我想知道他后面的任务，请组织允许我替他完成。我要成为白银。
师傅没了，我哥也没了。吴叔叔送我去延安。其实我师傅早就料到有这一天，所以他提前把我和我哥脱身的方式告诉了我。他让我把大陆银行能佐证他是共谍的东西抖落给梁景元。梁子，皇儿，我要揭发，史万清就是共谍。这样，即使他身份暴露，也能保全我和我哥。那个时候，我就知道他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。只是我没想到那天来的这么快，我连他们最后一天我都没有见着。当晚，师傅告诉我要传递的情报就在他的外套里，我就知道我一定要用出卖师傅的方式才能把情报带出去。原本我以为我只要成功离开，再把大陆银行的东西取出来，你和师傅就能把白夜的身份甩到我身上。那我没想到，外套还是没能带出来，师傅才会用那么惨烈的方式。师傅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别的不多说了，好好照顾好你哥哥。他脑子里都是数学，是个呆子。如果哪天师傅不在了，别怕，要勇敢活下去，要睁大眼睛，替师傅好好看看那个新世界。其实我和我哥在跟着师傅的那一刻起，就知道师傅选择了什么样的路。黄桥战役的胜利解决了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就是中国最进步、抗战最坚决、革命最彻底的八路军、新四军汇合起来了，能够相互取得更好的配合和更大的发展，使苏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华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连成一片，不仅奠定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，而且使华中革命势力取得了第一步的优势，也就是增加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有利条件。我宣誓，我宣誓，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坚持执行党的纪律，坚持执行党的纪律，不怕困难，不怕困难，不怕牺牲，不怕牺牲，为共产主义事业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，奋斗到底。
先读万卷书，再行万里路。我的路已经想好了，投笔从戎，走父亲走过的路。少爷要走自己的路，那是什么？我们终究会找到的。送给您，留个纪念吧。好，能不能麻烦您帮我签个名？你真的决定留在密码研究所，接替白夜同志，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吗？我原本一直以为，难的是从台下走到台上，现在才知道，最难的是从台前去到幕后。老公、红玉，还有白夜，他们绝不是白白牺牲。我会像他们一样，抛心吸肝，捐躯济难。那么接下来执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，就是你要和顾阳山划清界限。